Briefing 1在1792年，一场革新悄然发生，改变了货币的历史。美国国务院依据硬币法令成立了美国铸币局，标志性地采纳了10进位制系统，铸就了今日世界广泛使用的美元。此刻，远在东方的中国，清朝的百姓们依旧沿袭着传统的铜钱交易，对于即将崭露头角的美元知之甚少。美元的诞生不仅为美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石，也逐步影响到全球金融体系，包括日后的中国。这一年，中国的历史画卷上正记录着乾隆帝的盛世景象，而美元的诞生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国际交易与经济合作时代即将到来，对中国未来的开放和经济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Briefing 2 1900年，远离大陆的波多黎各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美国国会通过福勒克法案，宣告波多黎各获得有限的自治权，这是波多黎各脱离殖民统治走向自治的重要一步。同年，中国却在风雨飘摇之中，义和团运动引发了与八国联军的冲突，俗称庚子国难。在这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中，波多黎各人开始探索自我治理的可能，而中国人民则在战火与外交压力中寻求国家的未来。福勒克法案不仅对波多黎各的政治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庚子国难同样成为国家苏醒和改革开放的催化剂。两地的这些历史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各自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变革。Briefing 4 1902年，洛杉矶城市的灯光下，世界第一家电影院 Teles Electric 开启了大幕，揭开了现代电影娱乐的序章。观众们惊叹于银幕上的影像，这不仅是技术的突破，也是文化的一次巨变。同一时期的中国，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正试图救亡图存，民众在旧有传统与新思潮之间摇摆。电影的问世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的空间，而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也在逐步萌芽。Teles Electric 不只是娱乐的场所，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和社会交流方式的开始。对中国来说，这一年虽远未触及电影的魅力，但却是变革的前奏。未来电影将在中国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Briefing 4 1950年，在中国一个新的时代的曙光中，中央戏剧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不仅是中国表演艺术教育的里程碑，也是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在这所学院的舞台上，培养了无数戏剧和影视界的杰出人才，他们成为了中国文艺复兴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处处充满了改革和建设的氛围。中央戏剧学院的成立，不仅提升了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水平，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对中国的现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riefing 5 1979年，在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个军事研究设施发生了重大意外，炭疽孢子被意外释放到了空气中。这场悲剧造成了约100人的罹难，是生物安全领域的一个警钟，提醒世界对于生物制剂的潜在危险性。同年，中国正沉浸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喜悦中，这一政策的实施将中国带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轨道，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提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炭疽事件给中国的生物科技领域敲响了警钟，增强了在生物安全方面的警惕和研究，对未来处理类似公共卫生事件积累了宝贵经验。Briefing 6 2015年，在肯尼亚北部的加里萨大学，一场由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发动的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这一血腥的悲剧导致148人罹难。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对肯尼亚的打击，也是全球反恐斗争中的一个黑暗时刻。青年党以残忍的手段执行了这次袭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极端主义和跨国恐怖主义的深刻担忧。在此期间，中国正继续其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张，同时也在国内外加强其反恐安全措施。加里萨大学的惨剧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加强了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对于中国而言，这一事件也加剧了其在国内外安全方面的警觉性，尤其是在对待其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利益和公民的安全问题上。Briefing 7 2016年，香港的电视广播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香港亚洲电视 ATV 这个服务香港长达59年的老牌电视台，因为未能从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那里获得续牌，被迫结束其本地电视广播服务。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反映了香港媒体和文化产业的变迁。亚洲电视曾是香港最早的电视台之一，对香港的文化产业和公众生活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其营运的近60年里，亚洲电视制作了大量的电视节目，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观众，对香港的文化传播与形象塑造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年，中国大陆在不断推进自身的媒体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以适应新的技术和市场的需求。Briefing 8 2019年，Google 加对个人用户的服务正式走入历史。Google 加是由谷歌公司开发的社交网络服务，自2011年推出以来，虽然它试图与 Facebook 等其他社交媒体竞争，但始终未能获得预期的用户活跃度和市场份额。在长期的市场竞争和用户偏好评估后，加上2018年曝光的2次重大用户数据泄露事件，谷歌决定关闭 Google 加的个人服务。这一决策标志着谷歌在社交网络领域的一个策略退步，同时也让人们对于个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讨论更加热烈。Briefing 9 1923年，在中国东北部的关东州金大连地区，电话通信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技术革新，电话系统全面实现了自动化。这一技术进步允许用户无需通过电话接线员就能直接拨打电话，这在当时是一项颇具前瞻性的通信技术改革。当时的关东州是在日本租界统治下，这项技术的引进和实施不仅提高了当地的通信效率，也反映了日本在其占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重视。这一历史事件展示了20世纪初期全球通信技术的进步与扩散。对于中国来说，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尽管这一进程是在外国势力控制下进行的。Today's topic 写在正文开始之前，有小道消息说中美撞击是中国故意为之，目的是报复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撞击后，中国将美国海军的 EP-3侦察机拆了又装，美其名曰逆向开发。据说这次撞击让中国的侦察机通信技术前进很大一截。其实中国这些年的军事技术要么是以色列帮忙，要么是乌克兰帮忙，或者是偷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中国本身没有自主研发的能力，主要原因是体制原因。当所有人靠拍马屁就能上位时，谁还去干活？好了，言归正传，开始正文。在2001年的一个看似平常的春天，当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步伐上时，一场意外在中国的海南岛附近上空悄悄酝酿。4月1日，这个愚人节的日子却成为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美国海军的 EP-3侦察机在执行例行的侦察任务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歼8战斗机发生了致命的相撞。在这片碧蓝的天空之下，两个国家的命运交织，一场外交风波即将拉开序幕。在那个瞬间，中国的飞行员王伟失踪了，海面上一片寂静，只有海浪在述说着刚刚发生的故事。而美国的航空兵肖恩·奥斯本和他的团队则被迫在中国领空紧急降落，不得不面对一个未知的命运。中国大陆正在经历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忙碌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这场事故却给了中国一个全新的国际舞台，让中国人民重新审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读者，你能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画面吗？蔚蓝的天空突然变成了紧张的战场，而我们平静的生活也因此波澜起伏。这场事故不仅仅是两架飞机的相撞，它象征着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之间微妙的平衡。
是冷战后世界秩序变革的一个缩影。这个事件无疑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共同的记忆。随着事故的进一步发酵，一个国家的尊严与一个超级大国的态度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微妙的博弈。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强烈要求美国对此事件负责，并为失踪飞行员王伟的家属及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而美国方面虽然也表达了对飞行员安全的关切，但在对撞机事件的责任归属上，两国的立场显得针锋相对。这场事件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中美两国的民众紧密关注着事态的每一个发展。在中国，民族情感被深深触动，王伟成为了一位民族英雄，他的失踪激起了无数中国人的共鸣。而在美国，民众也对孝恩·奥斯本及其机组成员的安全和尊严展现出深切的关注。同时，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国际政治专家分析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的一个案例。时光流转，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它给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那次撞击事件不仅仅改变了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更是推动了中美两国在军事、政治乃至经济领域进一步的沟通与合作。在冲突与误解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给世界展示了复杂国际关系中的和解与智慧。这段历史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今世界各国在相互依存与竞争中寻求平衡的艰难与必要。它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智慧、耐心和策略。而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个事件也许是远去的历史，但它所带来的思考，关于和平与冲突、尊严与合作的思考，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国际舞台上，每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参与者，而每一次的危机也都是转机，是对国家智慧和力量的考验，更是人类共同前进的脚步。Historical meaning。 2001年的中美撞击事件不仅是两架飞机间的意外碰撞，它更是21世纪初全球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历史意义多维且深远。首先，这一事件成为衡量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预示着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新兴大国与现有超级大国之间复杂的互动模式。它暴露了双方在军事及安全领域的猜疑与摩擦，并引发了对国际空域安全规则及军事侦察行为的广泛讨论。其次，撞击事件促使中美两国政府在危机管理和外交沟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改进。这次事件考验了两国的外交智慧，推动了更为成熟和稳健的双边关系发展。在事件之后，中美之间加强了对话与协议，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对于维护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最后，这一事件也促进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国家认同感的提升。王伟飞行员的牺牲激发了民族情绪，加深了人民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为坚定和主权的立场。综上所述，中美撞击事件不仅是一次国际政治的风波，它也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影响了两国乃至全球的战略走向，展现了国际关系中协作与对抗、信任与怀疑的复杂性。这一事件提醒着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而稳定的国际关系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